家里来姐了，而且一来就是4个。你说这点破事儿，我一宿醒好几回，完了这手还好了呢。你瞅瞅这二人转跳的。我昨天晚上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点菜吧，他们给我发的都是什么腰子、肥肠、生蚝。我说你们能不能吃点老娘们吃的东西？不怕吃完了回长胡子吗？这个烤猪蹄儿、部队火锅、巧克力慕斯，做这几个菜都没什么风险，但是这小炒肉呛的我差点没把眼珠咳嗽出来。来我家 K 包肯定少不了，但今天这个 K 包啊，我还放了点虾，所以它就是虾鸡包。怎么这么别扭呢？这个名儿。再分享一个温乎知识：丝瓜汤下奶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告诉他们这活我能干。我说你们赶紧吃吧，等你真需要喝丝瓜汤的时候，你妈跟老婆婆肯定不让你吃丸子。最后我寻思煎个虾饼，但我没想到我准备的是小心心，结果煎出来都是小圆脸。我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这个事儿我没有暗示呢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烤蹄儿、浓肉、丝丸、虾鸡煲、烤土、虾饼、巧木不火。我说姐妹们都是老酒魔了，谁也别装犊子了。几个问我说5个人才1箱，你咋想？你说这帮混们的再好喝也不能拿米酒对瓶吹呀。送我俩喝一杯吧。好。为啥跟他喝不跟我？没有。我们4个敬你一杯。长句，来。哎呀，暂时没整明白这一顿是福还是祸呀。我奶又在家给我爷开会呢，因为我奶让他上早市买3个山东包子，老头屁颠的拎回来3个3鲜包子。哎，吃没吃不知道，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家罚站的。其实我心里明镜的，我爷就是买对了，回来也得难说。因为我奶吃包有一个很大的忌口，包铺都整不了，就是他那个馅儿里吧，他忌素。揉面讲一个3光，叫盆光、手光、脸光。哎，整这点玩意儿差点没他妈给我咳嗽吐了。给我奶清炖了一锅排骨玉米汤，还熬了一锅小鸡儿，还有我奶老让我爷去夜市买的无水蛋糕。我说爷，你这怎么早晚都有活呢？我爷说别他妈提了，退休30来年了，找到了上班的感觉。豉汁排骨忘放豆豉了，洋葱切多了就扒拉鸡蛋了。本来我还想做碗坛肉，但这功夫我爷来电话了，他说你俩快点过来吧，我这腿有点站不住了我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蒸排、溜尖儿、土豆、焦蛋、鸡骨条、平事包、排米屉。我坐下，我想起来蛋糕忘拿了呀。我说爷呀，没有谁会帮你一辈子，我帮得了你早晨，帮不了你晚上了。哎呀，我也记不住啊，我说的是山东包子还是3鲜包子，记不住就算了，咱就赖他。今天全家都比较消停，我们出来野游来了。这小子说发现个猴窝子，起早就上家求我们哥俩去了。等我到这一看，人家都是开房车来的呀。我说哥们，咱这俩破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拉胯呀？在这儿。他说你别看他们坐着舒服，但他们吃的肯定没咱好。真的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我说那他们不废话吗？那肉是我们哥俩带的呀。秸秆、酸黄瓜还有前女友辣我家的机器大拌菜，这么大一块的牛肋，你一口吃下去啥感觉呀？哎呀，感觉就是这一口差点没把我腮帮硌脱臼。今天最大的惊喜是我们尝试了一下子自己琢磨这个炸串，但这小子问我说咱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首诗叫独钓寒江雪，油炸蓑笠翁。我说哥们，你能开个这么好的车，应该和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呀。就这个大太阳要是晒一天，我说你们晚上收拾东西容易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碳。我弟说你没给小心眼也买一个吗？他说咱这么多年了，我能光想着你不想着他吗？这俩人闹完了，从来也不真打，都急死我了。我说今天给我苟某人3分薄面吧，我这还有2盘炒饭，你俩要打起来我就没工夫吃了。一听炒饭，他俩也回来了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就我这点炒饭给街里街坊全馋过来了，而且这东北人是热情，没寒暄2句，他们已经坐那吃上了。等我们在旁边打扑克，那大爷非要来一门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啊！爷们儿，这个东西我挺金贵，好好给我伺候着。给你拿着。下礼拜咱们还在这个地方，谁别跑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岁数的男人还能这么天真。我有毛病，我下礼拜还来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妈的都这样啊。我妈特别愿意干一个事儿，就是囤货。她一买东西就得把冰箱塞得满满登登。完了这东西要过期了，安排我们爷俩打扫。
真的，我撒谎王的。我过年的时候在我妈冰箱里翻出过一袋08年的咸蛋黄，你看看这个冰箱塞的，我要想拿里边的东西，我感觉我得找个搬家公司来。我家冰箱就从来没见过空。我说妈，你为什么让冰箱完成保险柜的使命呢？这点脊骨是冬天我姨夫杀猪拿来的，这虾是超市打折的时候在大妈眼皮底下抢的，这牛肉已经想不起来它的身世了，这点骨棒，这是我馋了我买的今天。但我真没想到，我妈囤的最多的是这个安井手抓饼。我寻思她要开早餐店了呢。她说这个牌子可是速冻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，这都是在别人直播间挤破脑袋抢的。这饼外皮酥脆，内心软嫩，烙个韭菜盒子、馅饼啥的都不用自己和面，主要操作非常简单，特别适合我那生活不能自理的爸。这会儿我爸过来说，你能不能别老埋汰我？我说爷们儿，我这还吊了一锅羊杂汤配着馅饼吃。我爸说你乐意说去吧，反正也不露脸，但羊汤得多放点胡椒面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牛馅儿、焦大、杂汤、酒盒、干坨、蟹豆，哎呀，酸骨、腐牛、鸡脚。我姑父今天也来了，说要陪他嫂子好好喝点。我弟说别落下我呀。最后的结果是我妈喝完刷碗去了，我弟和我姑父扶着我姑回的家。这爷俩真是谁也没落下。小心眼说上回露营没整好，这回要好好安排安排我们哥俩。他说有一室一厅，我寻这回有排面啊。我到这发现他说的一室一厅是个帐篷，还他妈是我弟帮他搭上的。我实在太饿了，我没劲骂他，我说你等我吃完这个金三制的啊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次我就带了2个卡式炉，这在野外喝点我熬的酸梅汤，炒点肥牛卷子，再烤个大虾，这赶我情谊说的了。哎呦我这也太是那个了。这点玩意儿也就是他俩的前菜吧，那主食还没上呢。带了2块肉比脸大的羊排，还有一咬直冒血汤的牛排。就这点玩意儿，给这些大爷大妈都馋迷糊了。有个大娘问我带着茶叶蛋能不能跟你换个虾尝尝？我说阿姨别说茶叶蛋了，你拿老伴换我都不换。完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说咱们说好都带点吃的吗？你带在哪儿呢？完，他从车里掏出3箱，你们赶紧看看吧。但我说你这整3箱，你这不上货去了吗？完，我们玩了一会儿，我弟下午说有点饿了，我说没问题，爷们儿打人的还没上呢。这些小海鲜一样带了一点儿，做了一锅海鲜挂面，嘎了2个柿子，放了金针菇、洋葱，做了一锅番茄浓汤。真的，你要有机会露营一宿，早晨天刚亮还有雾气的时候，你整着这么一口，我跟你说，你输一宿你都乐意。完，我说喊小心眼起来吃饭呢，我弟说喊他干啊，等会儿咱俩吃完饭溜溜去，完回来咱俩就装困，他精神了回去还让他开。我说你少游2下子啊，你是大聪明你是。我爸下礼拜要去体检，说这2天吃点清淡的。你看没看着多大岁数的人都干那线上叫现扎耳朵眼的事儿？我爸说你不懂别叭叭，我这叫自己糊弄自己。我心说这沙拉没油是吧？我妈说你搞了2块牛肉吧，头2天拌的油醋汁儿，你爸就是觉着不香，完了睁眼说瞎话。他说老婆这菜馊了。完了，我爸看我炒了2个青菜，说有点事要出去一趟。我说你帮我把这个虾呀、鱼呀、螺呀先端桌子上去呗。我爸说我就逗逗你，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能雷他们吗？做了一锅番茄鱼丸，还有一个鲜虾萝卜汤。我爸说怎么就觉得少点啥呢？我说你别找了，你藏着那羊排给你糊上了。然后他特意开车去买了1罐韭菜花。他回来问我焖没焖饭，我说你以后就吃粗，一个面包热量才顶半碗米饭，你要有光煨一下子或者蒸2分钟，那能更香。真的，我爸这肚子逮谁谁问。大哥这几个月了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台饼、虾巴、带笋、灼鸡、牛拉、翻碗、老土尖、蒸班、葱螺、手羊酒。真的，我没见过哪个嘴这么急的人能减肥。我爸嚼着面包说，我也没说要减肥呀，我不行糊弄个好点体检报告吗？